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。陈先生你好。苏一鸣、谷爱凌等00后中国冬奥小将的精彩表现征服了全世界。那么外媒对此如何看呢？又是如何来看待中国的办会水准？主持人好，北京冬奥会呢，到目前为止一切正常，运动员们呢眼见为实，看到了精致的中国，体验着精致的办会水平。那么在安全的环境之中呢，心无旁骛的去参加比赛，全力以赴于展现他们的体育才华。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，一些海外媒体呢曾对北京奥运呢抹黑，那么一些政客呢也试图把北京奥运政治化。那么有些运动员呢对此感到担忧，但是呀，他们真正置身于北京冬奥现场，切实感受到中国人的热情和周到的服务以后，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一些看法。那么最典型的例子呢，就是美国运动员布隆克的说法。他呢是自由式滑雪 U 型池运动员，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，北京冬奥是他参加过的办会水平很高的奥运会，这里的一切呢都很了不起，所有的人从工作人员到核酸检测员，再到住宿条件都是最好的。他特别强调呀，美国很多媒体对北京冬奥会的报道都是不负责任的，他们说的呢其实很多是假的。他的发言视频呢在互联网上是广为传播。乌克兰运动员洪科说呀，北京的一切奥运村一切呢都非常的有趣和令人兴奋。国际奥委会的官员呢也说，北京冬奥会开赛以来非常成功，无论是赛事的组织、细节的安排，还是每个人的职责都处理到位，整个体系运转非常好。那么运动员的切身体验呢，还有海外记者的现场采访，也在改变着海外媒体的调门。我觉得呢，基本上趋于公正，起码呢有纠偏的作用。但是呢，还是有一些媒体，特别是西方媒体，对中国呢还是有根深蒂固的偏见，总想找茬，或者呢在体育之外的事情上做文章，来歪曲事实。有的社交媒体呢还采用晋升这种比较下作的方式来屏蔽说中国好、说北京冬奥好的运动员的账号。当然了，这些都是遮不住北京冬奥光芒的，遮不住精致的中国大放异彩。我们呢还是观看运动员们的精湛技艺展示吧。北京冬奥的吉祥物冰墩墩非常可爱，但是也有美国政客拿来做文章，攻击熊猫外交，还叫嚣把美国出生的熊猫归美国所有。您是如何来看待他们的心态呢？这纯粹呢是心理变态，或者说是没事找事，吃了一筐烂杏，这个心酸的很呐。大熊猫呢是中国的国宝，也是中国人热爱和平、这个敦厚诚恳的象征。那么这次呢，这个北京冬奥以大熊猫为原型创作出的吉祥物冰墩墩，已经面世就受到了各国运动员和网民的喜欢，可以说呢是爱不释手。在这种充满纷争和格斗的世界，冰墩墩带来的友谊和和平的这个启迪呢是非常深刻的。实际上，但是呢，一些变态的美国政客非要把冰墩墩呢也给政治化、污名化，说什么这个大熊猫呢软化了中国的维权形象。有的议员呢甚至提出阻止把美国出生的大熊猫呢送往中国。我觉得呀，这个污名化大熊猫和冰墩墩反映出呢这些政客的阴暗心理，就像醉汉一样在胡言乱语。他们的所说所为只能凸显他们的无知和空虚，反衬出呢这个熊猫外交、熊猫吉祥物的魅力及其传递的价值取向。有美国学者说呀，这毫无疑问，大熊猫呢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标志和外交资产，符合那种友谊外交形象。我甚至觉得呀，美国呢也可以根据熊猫的形象设计吉祥物、拍电影什么的。这个世界和平、人类共存有什么不好呢？好的，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的观点，谢谢。